Hello， 宝贝们，这一节课我们来教大家画的是水彩的竹子的款式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之前已经在课程当中有教给过大家画叶子，对吧？那它这个竹子款式就是我们结合着叶子的一个画法，再结合着我们的画竹节啊，来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款式。那叶子的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摆放的方式啊，我们可以先在纸张上去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首先的话，我们用的是10色水彩盘啊，它要呈现出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先用黑色啊，去给大家，这样沾一点水分啊。竹子的竹节啊，我们首先可以先去讲竹节的一个画法。竹节的话呢，我们要在甲面上去呈现，就是让它竹子的一个方向可以是这样错乱的，可以是这样并排的，可以是高低不平的啊，这样去摆放。那它每一个竹节的话，我们的画法大家可以想象到那种鼓棒的一个感觉啊，去每一个节点啊是怎么去画的，可以是稍微去点一下，可以从下往上去画，也可以从上往下这样去画啊。从上往下的话，这个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这样画一个小微笑线啊，也就是画一个弧度，把这个镜头再往下压一点哈。这样的一个，我给它放大来啊，因为在纸张上我怎么去下笔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我是放大这样去看的。在指甲上，我们就是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缩小，画一个微笑的弧度，然后从这个提上去的这一笔，然后弯下来，它这一笔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小弧度啊，不是画一条直线下来的哈。然后再把这一半边也是往内去收，然后画在这一笔上面之后，这样多出来一节，往回，这样的感觉啊。两边有一点点是像括号的一个效果哈，这样去画的啊。然后它的衔接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这样再去画出一点变化。小骨节的话就是这样啊，从下往上我们再去画一下哈，这样压一下笔，然后提起来，然后它们两个中间稍微留一点缝隙上去，留这个缝隙的话，可以是不是那种很均匀的缝隙啊？也就是说，不要说是两个缝隙之间啊是这样平行的。不要这样，而是说稍微可以说上下是稍微有弧度的，而且是衔接过来的，可以是这样，也可以是这样啊，这种一头离得近一点，一头离得远一点，这样稍微有一点点节奏的变化的啊，而不是说两边的话这个间距都是这种等间距的这种效果哈。好，这个是这一边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它衔接的这个位置再来啊。画一笔上来，点一下之后，然后它往下再去走，提一下，两边粗中间细的一个感觉哈，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当然，这个竹子的画法是这种倾斜的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这种直挺挺的啊，这种比较挺拔的也可以。比较挺拔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写工字啊，只不过工字上我们稍微有一点变化，就是什么呢？衔接线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不能真的是让它就是一个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在它上面画直挺挺的，画一个横线，然后直接转过来画竖线，竖线尽可能画的直一点，再描一遍，然后在衔接处。这样衔接上来，再把笔提回来啊。提的时候笔是压笔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去压，然后这样去转，往下去走，然后再去这样轻轻压一下笔，然后提笔之后往回去带啊。这样一个效果。然后有瑕疵的地方可以用笔尖轻轻去描一下。那么这是一个竹节的画法，那接下来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竹叶的画法啊。竹叶的话，其实叶子大家都会画，只不过就是我们的排列布局可以分成哪几种啊？
其实最常见的话呢，就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就是这种8字形的啊，可以一左一右这样去堆砌，直接推一笔出来，然后把笔尖提起来，然后在它旁边这个位置推一下，然后提一下，抬笔，这样啊，压一下笔，抬笔，对吧？然后再可以画一下它。其实这个的话可以是3到5个都可以哈。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画法啊。其实我们的这个叶子的话，你掌握了其中1种、2种画法，就完全就可以了，画出一整幅的一个感觉了。还有一种就是个字啊，个字的话就是这样撇一笔，这样去撇一笔，哎，它们俩的下边可以稍微来这样一笔，然后在这儿，哎，又长出来一个叶子，对吧？这个是8字形，这个是个字形，对吧？那还可以说是怎么去画啊？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的这个后面的脉络画出来，然后随着它这个位置去走啊。就画出那种一撇一捺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方向感可以稍微有一点变化，可以画出这样的这种多层次的叶子啊。而这种的话，我是看情况去用的啊。有的时候它会这个小竹叶的话，我一般是这2种用的会比较多一点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画单叶啊，就是在这个旁边我会说是像画出这个地方来一笔这样单独的叶子。然后或者是在它的旁边这边再来一笔单独的叶子啊，我会有的时候会这样去画。那么我们整体来给它结合一下去画的话，再呈现到甲面上啊，直接我就不在这个上面去体现了。那我们竹子的话呢，可以是画为2种颜色的，一个是用我们的黑色去画啊，一种的话是用我们的带颜色的，也就是翠绿色去画。绿色的话会比黑色的稍微难点在于它是需要颜色的一个深浅变化，也就是明暗变化，我们可以画出这种竹影的效果。那黑色的话，我们就是掌握到它的一个深浅，它也可以做出这种背景色的一个远近变化。我们直接要这个做黑白的话呢，它的颜色打底就可以简单一点，尽量简化啊，要做出那种水墨的效果，所以我选择的是透白色打底。然后刚才涂刷上来的这个是我们的磨砂封层啊。照灯60秒钟，然后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黑色的它的颜色的一个深浅啊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先蘸这个颜色偏透一点的这种黑啊，那也就是把这个黑色我们可以调的浅，颜色浅一点，其实也就是多加水，对吧？首先你可以先是取一个1/2的一个取水量，然后揉一点黑色出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迅速的笔尖再点着水啊，这个时候再加进去，黑色再揉出来一点啊。这个时候笔上的颜色看一下是不是偏透的，不是偏透的再继续去加啊。这个时候应该是偏透的了，但是它水分会特别多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指尖吸走一部分啊，吸走一部分，然后再用笔尖去取一点点这边的一个透色，然后我们再到甲面上去呈现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我们去在甲面上呈现一下效果哈。用笔尖这样啊提一下，因为我们下笔的力度肯定跟纸张上是不一样的啊，基本上都是用笔尖再去走这个颜色的。这样的啊，就是给它稍微来一个卷边，然后把笔提回来，稍微加粗一点，跟底下这个有一个衔接，然后再把笔往上去提，哎，对吧？水彩的话就是有这种水痕，它的颜色有深浅不一的地方不用管啊，这种出来的效果的话也是
是有那种水墨的效果的，所以的话我们就保留它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这样的啊，然后画到顶上的位置应该怎么办啊？我们有的可以说这样顶头去画，就是这样直接从头画到尾这种，也可以画到一半的位置，然后这个地方用叶子去给它遮盖住啊。可以再来一个，可以来一个是从这个地方咱长出来一个，是不是也行？长出来这个稍微骨节细一点。非常细的那种，然后这个位置再来一个，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是画到一半的位置，然后咱就停笔啊。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粗细就是跟旁边的这个它俩稍微有点对比，然后不要把这个竹子画的歪歪扭扭的啊。我们就整个的话肯定是让它要么是笔直，要么是这样去顺着，要么这样顺着，而不是特别错落的那种感觉哈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画叶子啊，明显颜色越来越浅、越来越透的时候，就证明笔上的颜料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欠缺。这个时候我们笔尖稍微去晃动一下，去取一取这块就可以了啊。刚才老师已经取过了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啊，画叶子之前，可以在它的这个上面稍微来两笔，这个效果啊要洒脱一点，尤其是画这种竹子的时候啊。要挥洒的线条是这种很顺的啊，很挺拔的线条，而不是很弯弯扭扭的那种效果啊。那我们在这几个上面的话，记得我们现在画的是第一层，第一层的话叶子不要太满太多，这样的话在添上第二层之后，你会觉得非常乱啊。在这个位置再来一个这样的叶子啊，这样的，再来这样的啊，然后也可以是什么？随着这个位置咱长出来的，这样的，看我始终是这样，稍微压一下下笔，稍微压一下下笔，然后挑一个尖尖出来，这样的效果，推一个尖尖出来，这样的感觉的啊。然后你看着这个颜色，当我们没有颜色想再去蘸的时候，看着点，这个颜料有的时候它慢慢会干掉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笔尖轻轻去触碰一下水，有的时候在这个杯子旁边会有一些多余的水分，我们稍微去触碰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到这个上面来啊，再去取一下颜色。然后这个我们来画一个，推出来这样的叶子啊，这样的一个个子型的叶子啊，这种效果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，假如说稍微来一笔，这个地方再来一笔，这个地方来一笔，这样一个效果啊，就是让它有这个竹子长的是什么方向的叶子，咱都要有啊，不能是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。所以可以把这几个同样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就是朝向可能不一样啊。同样的，你就是满甲都画的都是八字形的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但是就是有的个数上有变化，其次就是方向有变化啊。再画两笔单独的叶子。这个透色的画到这儿就可以了啊，因为上面我们还要再去进行添加，那如果说底下太多的话也会乱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蘸一点浓郁的黑色啊，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两层要叠加在一起啊，
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在初学这个款式的时候，你可以中间去隔断一层磨砂封层，为了避免说是我们第2层但凡有画错的地方，你可以随时去做修改啊。那如果说到熟练了啊，已经很能熟练的去驾驭这样的竹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添加也是可以的。第2层的话，在绘画的时候稍微要跟我们的第1层是要错开的，这样它才有这种竹影很斑驳的感觉，对吧？啊，有一种是阳光照射过来的感觉，也可以说是整个竹子前后的一个远近的一个区别，对吧？都行啊。来。画到这儿，哎，首先它错落的，第一点就是方向要错落开，第2点的话就是它竹节的高度啊。你看这个竹节在这儿，这个我就画在这儿了，是吧？稍微这样错落开啊。去找客服里的备注。它颜色明显要更深了，就是我的笔尖触碰到的颜料要更多、更浓郁了，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黑色就很多。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黑色，并没有说是堆色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画黑色的竹子很多，宝贝为了去追求它黑色的这个黑的程度啊，去调的特别浓，这样的话后期它会起皮的。画一下这样的啊。然后也可以说是稍微在它的旁边画一个稍微歪一点的，一定它是这样比较顺的一个线条啊，而不是画出来的不受害那种。我宝贝在画上的时候，就是下笔的力度不对，然后它可能会出现特别崎岖，特别崎岖的这种纹路啊，不要这样，而是一个顺的一条线下来的哈。方向咱都来一点，然后也可以是这样的，压一下笔，然后轻轻往下抬一下，推一下笔，轻轻抬一下笔，就是你上面画的这一层跟你底下的这一层，它俩可以说没啥关系，形状也好，这个走向也好啊。很多宝贝在画的时候，就是跟底下那个形画的都一样，朝向都一样啊，不要那样，那样看起来会有一点奇怪。就是不用完全都重复，也不用有啥关系。下面的画的怎么样？上面的来搭配一点点。但是上面的叶子明显要画的叶子比下面那层多就行。明显可以来一笔这样的，很帅气的一个感觉。这样啊，竹子一定要给它的那种风骨给它画出来，很硬朗的线条啊。
本上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要自然风干啊，尤其是黑色。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可以再给它加一点东西的啊，比如说像是写一点那种毛笔字的感觉。但咱们这一节的话，就是教大家去在这个上面就是画竹子啊，这个我就不再去加东西了啊。然后我下一节会教大家去做绿色的那种翠竹的感觉哈。那这个我们先用海绵搓一下。搓一下这边，养成一个习惯啊。做完水彩，抛一下，然后干净的棉片或纸巾扫一下浮粉之后，用底胶包。竹子款的话，我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用到磨砂封层，给它当最终的封层啊。但是不排除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让它呈现就是很通透、很干净的效果的时候，这种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亮面封层。但水墨的这种黑白色的话啊，我就还是涂成磨砂了啊。找一下灯。好，照好灯了啊，我们上一个磨砂封层。这层因为是外封层，所以可以包边了。照灯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效果啊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节课再见吧。